大家看我身后，这就是著名的五台山啦，中国4大佛教名山之一五台山。哇，我现在在这个山顶可以看到五台山的全景，非常壮观。从这里可以看到它的地势啊，在一个山凹里呢，四周围啊这个群山环绕。这里有非常多的寺庙。我在这个戴罗顶已经转完了啊，现在带大家到下面的那些寺庙里去转一转。这就是五台山的核心区了啊。核心区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寺庙，一定要逛一下。书相寺、五爷庙、塔院寺、显通寺、菩萨顶，他们都离得不远，步行就可以转到了。今天就逛一下这几个寺庙。我现在就在这个书相寺门口呢。你听这个名字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文殊菩萨雕像的寺庙。这是文殊菩萨最高的一个雕像，就在这里面呢。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嘛，所以里面供奉的是文殊菩萨啊。很多人在这里拍照。这里上香的人是真多呀，都有点走不动了。咱们还是到主殿里面去看文殊菩萨的雕像吧。里面是一个文殊菩萨坐着绿毛狮子的雕像，这个绿毛狮子它叫做酸泥。听说这个菩萨的头像啊是用荞麦面捏成的。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啊，就是说当时工匠在做这个菩萨雕像的时候，大家都没有见过文殊菩萨长啥样啊，所以就不知道怎么样雕他的头像。这时候呢，这个菩萨就显圣了啊，他的真身就降临了。哇，大家一看，哦，原来文殊菩萨长这样啊。然后正好后厨呢有一个厨师在和那个荞麦面呢，他顺手就用面团捏了一个这个菩萨的头像啊，然后装在这个雕像上面，还挺严丝合缝的。后来康熙皇帝不是也来这儿看过吗？他看了这个头像以后，提了4个字啊，就是瑞相天成，就是夸这个头像啊特别的自然，就像是天然形成的一样。这就是这个头像的故事啊，荞麦面做成的。从书相寺出来，走路5分钟，这就到了五爷庙了。这个地方是五台山人气最旺的庙了。求财的、求官的都到这里拜一拜。后面那个是大白塔，现在维修当中呢。从这里进去，这两边的栏杆啊，都是人多的时候排队用的。前2天农历5月13，五爷过生日，哇呀，当时人山人海呀。节假日来了也是人超多的。哇，这里面也是一堆人呐。你看，这全是来拜五爷的。哎呀，这人也太多了吧！这什么时候能排到前面去呀？人山人海呀！我站在台阶上拍一下，看看这个人气啊！五台山最火的这个寺庙，前面这里啊，那些都是给五爷的礼物。你看那礼物堆成山了，然后这上面专门有几个人收集五爷的礼物。前面是五爷的雕像啊，看看五爷长啥样呢？五爷其实是龙王的第5个儿子啊，主打的一个就是有求必应，所以很多人过来，拜五爷求财。然后五爷爱吃水果啊，很多人就准备了水果。五爷也喜欢看戏，你看对面就是一个戏台，挺有意思的吧？在五爷这里拍张照。祝愿看我视频的朋友们今年都能发大财啊！五爷保佑你们发大财。五爷庙的后面是塔院寺，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大白塔，但是现在维修呢都包起来了，看不到那个大白塔。那里面供奉的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舍利子。佛祖涅槃了以后，他有84000颗舍利子啊，他的弟子就带着这些舍利子去全世界各地，宣扬佛法传教。每到一个地方就建立一个这个塔，存放他的舍利子啊。这个大白塔就是其中之一。塔院寺的后面就是显通寺了，这个寺庙可是厉害了，它是整个五台山的第1座寺庙，也是开山第1寺啊。它也是全国第2座寺庙。我们知道那个汉朝时候，摄摩腾和竺法来
去那个洛阳建了白马寺啊，白马寺是全国第一个寺庙。然后隔了几年，他们就来五台山这里建了这个寺庙，这个就是全国第2个寺庙，它的地位还是挺高的啊。现在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进去参观的话收费10块钱啊。视频最后，我们去菩萨顶看一下，据说这里是文殊菩萨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门票是10块钱，进来以后啊，有108级台阶，象征着人的108个烦恼。这个寺庙后来变成了皇家寺庙了，因为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来了以后，都住在这上面。其中这个牌匾啊，“临风圣境”这4个字，就是康熙皇帝题写的。你看它这个房顶全是黄色的琉璃瓦，这就象征着它是皇家寺院啊，规格很高。哇，你看这中间还有一个石头雕的这个龙，跟北京故宫太和殿似的啊，就皇帝住的地方才能雕这个龙呢。这估计也是真的，现在用玻璃保护起来了。哇，这是敕建真容院，敕的意思就是皇帝下令修建的啊。哎呀，真容院嘛，真容就是文殊菩萨的那个面容。哇塞，这进来以后，到处都是金碧辉煌的啊，确实是有一种到了故宫金銮殿的感觉。你看这明晃晃的啊，金光闪闪的，不愧是皇家寺院。这后面是一个大文殊殿，你看这个柱子上的对联、房顶，还有那个牌匾，还有里面的佛像，全都是金光闪闪的。然后这里有一个五台圣境的这几个字，也是康熙皇帝写的啊。大雄宝殿前面有3个石碑啊，康熙留下的，乾隆的，前面这个是嘉庆的。每个皇帝来这里了以后就留一个碑，上面都是记录的他们来这里游玩的一些趣事啊。其中这个碑的上面，看那里，据说是文殊菩萨的脚印啊。不管是阴天晴天，那里总有一个印记啊，也干不了，不知道是水呢还是油呢啊。据说没有人能破解，但确实像一个脚印啊。大家来的时候看一看吧。看这里有2口铁锅，这个锅非常大，这个是腊八的时候煮腊八粥用的啊。据说有个小和尚掉进去都爬不出来了，很深的啊。这个口也非常大，哇，这里拿着大铲子不停的在这铲呢啊，好几个人站在这上面铲，不然粥都糊了。这里面有好多钱的。今天到了佛光寺了啊，很多人没有听说过这个寺庙，但是它对中国这个唐朝建筑意义重大。边走边说啊，这个地方门票40块钱。开车过来了，就在五台山的脚下呢，大佛光寺，咱们进去看一下。这个佛光寺它可不是普通寺庙啊，它被梁思成誉为中国第1国宝。关于它的故事，我必须讲给大家听啊。在100多年前，当时日本的学者呢就认为中国的境内已经没有唐朝建筑了，想要研究唐朝建筑，就必须去日本的京都和奈良。那么梁思成和他夫人林徽因听到这句话以后啊，就非常的不认同，他们就立志要在中国境内找到这个唐朝的建筑，但是非常难啊。经过6年多的时间啊，他们终于在这个敦煌的壁画中，这个壁画是画的关于五台山这边的风土人情，在这个壁画里面发现这个佛光寺了啊，里面的建筑非常像唐代的啊，然后马上就来这边实地考察，经过确认无误，这个就是唐代的建筑，至此打破了那个日本的预言啊！哎呀，太激动人心了！走吧，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下这个唐代建筑，中国第1国宝。主殿在这最后面呢，就是唐朝的那个
古建筑啊，哇，要从这个台阶爬上去，这也太陡了，这个台阶啊，70、80度呢，手脚并用爬上去。台阶陡峭，门口有2棵大松树。哇，这就是梁思成、林徽因发现的那个大殿啊，唐朝建筑，佛光真容禅寺啊。林徽因形容这个大殿呢，就是斗拱宏大，出檐深远。哇，大家看它这个房檐挑出来将近4米，哇，这就是唐朝建筑，非常的大气。整个寺庙里面只有这个大殿是唐朝的啊，其他的都毁坏了。走吧，咱们进到里面去看一看，这里面的彩树也都是唐朝的，一共有30多个彩树呢。全国保存完好的这个唐朝的彩树，据说只有60多个，然后这个大殿里面就占了一半啊。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来自唐朝的这个彩树啊，它里面人物也是很多的，有这个菩萨、罗汉、佛祖，还有侍女什么的啊。大家看，在角落里面有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女性彩树，大家知道她是谁吗？她就是捐钱修建这个寺庙的人啊，是个女施主。这个寺庙最早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但是在唐朝时候呢，唐武宗灭佛，就把它都推倒了。后来是这个女的呀，又捐钱重建的这个寺庙，所以她给自己做了个小小的彩树，放在这个不起眼的地方。挺有意思吧？正是因为他的捐款啊，所以我们现在才能看到这个唐朝的建筑。最边上这不是文殊菩萨吗？骑的绿毛狮子，跟苏相寺里面那个一样啊，都是骑的这个狮子。在这侧面也有一排塑像，这是108罗汉，它都是明朝的，但每一个人也是很逼真。神态各异，也可以看一看。我们说这是唐代建筑，不是信口胡说的啊，是有证据的。在它这个房的横梁上面，大梁上就写着呢，什么什么时候啊，由谁谁谁建的，都有证据。而且在大殿的门口还有唐朝的金状，这上面也记载了。我们看看写的啥：女弟子佛殿主宁公玉。唐大中11年，宁公玉就是刚才那个捐钱的女施主啊，刚才雕像的那个女的。所以这几个记载互相印证，就可以证明这是一个唐朝的建筑啊。这个金幢一共有2个呢，这下面有一个，刚才那个店门口有一个，这都是唐朝的原物。然后这下面呀还有一个文殊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金代的啊。金代的，距今也是几百年的历史了。正中间就是文殊菩萨的雕像啊，骑的这个绿毛狮子。大殿跟前的这个古树啊，树龄1000年了，估计是和这个大殿同时期的啊。2棵古树见证了这个大殿了。哇，从这个上面看出去啊，视野非常宽广辽阔。远处五台山的山脉啊，这个地方为什么能完整的保留下来呢？因为它不在五台山的核心区域，游客也少，知道的人也少啊，估计是这个原因。五台山有几个寺庙挺神奇的啊，明月池可以看到前世今生。镇海寺就是顺治皇帝出家那个地方，还有龙泉寺啊，这里的可以打那个山泉水，今天我都去看一看。先去明月池看一下，这个寺庙在半山腰呢，盘山路从这儿走上去，全是上坡路，走的还挺累的啊，可以坐车上来的，10块钱一个人，这人还是挺多的啊，来这里的人。不过我是走上来的，10分钟就走上来了，这就到门口了。明月池，在这里拍个照先。人还是挺多的，
从这儿排队进去。哎呀，好有仪式感呐！这么曲径通幽吗？我看看，哇，这么多旗子啊，有求必应，有求必应，显灵了啊！在这儿排队。明月池啊，就在这个小房子里呢。房间里就是这样子的，非常小，中间有一个水池，里面有一个碗口那么大的小池子啊，大家都是慕名而来，据说在里面能看到前世和今生，挨个排队下去看。哇，到我看了啊，就这一个水池子。哇，看看有什么呀？黑不隆咚的，看上3-5秒就行了。哎呀，啥也看不到啊！经过我的实际验证，里面黑乎乎的，啥也看不见啊！别说看前世今生了，就一轮明月也看不到，因为在一个房间里嘛，那明月都被挡住了，怎么能看到呢？哎呀，在这看看风景就行了，这个只是个故事啊，大家听听就行了。你要不信邪的话，就自己爬上去看，还挺累的。现在到镇海寺去看一下，这个地方是西藏一个活佛住过好多年了。他每次从西藏来五台山的时候，就住在这儿，在这个悬崖上呢啊，走台阶上去。这个寺庙游客也很多啊，哗哗往上走呢。这里为啥叫镇海寺啊？据说以前是有一个泉眼，海水从泉眼里就流出来了，淹没了这一片了。所以菩萨在这里盖了一座塔，把这个泉眼镇住了，所以叫镇海寺。哇哦，这里面就是活佛的灵塔了，也是一个大白塔，西藏风格的呀，很多人呐。这边的壁画也很好看啊。这个灵塔呀，就是这个活佛去世以后，舍利塔就埋在这里。你看后面是那个祈福殿，整个五台山啊，只有这里有这个祈福殿。据说那个顺治皇帝就是在这儿出家的嘛。后来这个西藏的活佛来了以后，就住在这里。很多人在绕着这个塔转啊转，转啊转啊。最后来这个龙泉寺转一下，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就是它的泉水，被传的神乎其神啊。在那个侧面呢，买桶啊你吗？我就拿一个矿泉水瓶，不买啊？这儿有卖桶的，10块钱一个呀。都没买桶了。哎呀，这桶大。啊，这25的啊，这个10块的啊。哎，这是最小的啊，我拿的这个太搞笑了。打水的地方就在这儿呢，排队呢啊。这都拿的大桶小桶，我到跟前去看看先。哇，在这里头呢。这个水这么好喝吗？看看源头。哦，从那下面舀上来的，舀在这大盆里面，然后再装到这些桶里头啊。那都是新鲜。那里面的水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从山上渗下来的吧？排队10分钟吧，人不是很多。我1分钟都不想排呀，算了，我就不喝了。关键是我排队半天，只打着1小瓶儿，不太划算啊。然后看看这个打水田周围的环境啊，都是这个大山，山上树木很多，这涵养水源呢，估计水就是从这山上渗下去的。身后这个就是五台山的观音洞了，大家看啊，它是建在悬崖峭壁上的，感觉是挂上去的啊。观音呢也在这里显现过啊。哇塞，大家看看那个地方，真不可思议呢，怎么就建到那里去了？最高的那个地方啊，就悬崖峭壁上，
走吧，咱们进去看一看，还挺有挑战性的啊。门口有一大片停车的地方，这里收费5块钱啊，大门口。这个台阶走起来有点像西藏的布达拉宫那种感觉啊，因为西藏的达赖喇嘛6世啊在这里住过。这个路是之字形的啊，不停的在这个悬崖上盘旋。台工代表。哎呀，这条路走得好累呀，腿脚不好的人就别爬了啊。应该是快到顶了，这就到头了，太累了啊！哇，咱们进去 look， 最中间肯定就是观音殿啊，去看看那几个洞，在这房子后头呢。哇，这么些人吗？还要排队呢，这是啊，好多人呀！哇，这还可以打水呢。这后面有2个洞啊，这个里面可以打水，然后这个是观音洞。传说那个观音菩萨就在这里面修炼过，然后在这里显圣过。很多不能生孩子的人，在这洞里面打坐几天啊，就可以生孩子了，很神奇的。那个达赖喇嘛也在这里修炼过。很小的一个洞，只能1个人进去啊。我可不是乱说的啊，它这个门票的背面有介绍，这上面写着的。求子的就可以到这里面去拜一拜啊，咱没有那个需求就不拜了。哇，从这里看一下走过来的路啊，下面全是这个台阶，一层一层的，很像是布达拉宫的那条路。朝拜之路啊，看这个人就像一条蛇一样这样走着。这个地方视野不错，看风景很好的。看对面的山上树木很多，很凉快啊，今天是阴天。来五台山旅游，如果想吃一顿素斋饭啊，到这个寺庙里就可以了，普化寺啊。继续带大家看看吃的怎么样？来这个寺庙吃斋饭的人非常多，一到饭点啊，就特别多人，在前面排队呢啊！你看这里已经开始排队了，哎呀！中午、晚上都可以吃饭啊！看这里牌子上写着呢，清凉素斋，素斋饭。排队的时候先吃西瓜，哎呀，我拿2颗西瓜，估计是里面坐满了，走了1个人才能进1个人啊，跟这个餐厅似的。餐厅里人挺多呀，餐厅也挺大的，自助餐，38一位，随便吃啊，座位也是随便坐的。看一下有些啥菜啊，10好几种呢，全是素菜，茄子、豆角、黄瓜，豆腐、白菜之类的啊，反正全是素的，正好合我胃口，因为我平时就吃素。然后主食有馒头、米饭，糕点，还有面条，选择性还挺多的嘛。打好饭以后自己找座位，跟自助餐厅一样的啊。然后这边还有白开水，有吃有喝啊，品种特别多啊，很丰富的，好几种菜，但全是素的啊，南瓜呀、豆皮儿、土豆，这个芹菜什么的啊，馒头、米饭都有，海带，这个粉丝、菠菜，这个是油面，这个好吃，油面鱼、豆腐，全素的啊。这一盘就够我吃了，不够再去加。全是人啊！这里吃饭太划算了，
这2天我就一直在这儿吃吧。五台山这边景区里面那些饭馆还挺贵的，就吃碗那个刀削面呀、牛肉面都得30块钱，这38块钱吃这个自助餐，哇，简直是太好了，推荐给大家。吃完饭回房间休息一下，给大家看看我在五台山住的啥地方，在3楼的楼顶呢。我住了家民宿啊，民宿客栈。五台山这边非常多的民宿，出来玩嘛，不要求住的多好，干净卫生就行了啊。床单被罩呢，这些干干净净的就行。从这窗户看出去，你看这前面全都是客栈民宿，这房顶上啊都是太阳能。哇，前面就是大山了，这是山景房。山景房啊，在房间里就看到山了。房间很小的。130多块钱啊，它这没有卫生间，公共的卫生间，但是房间里还打扫得很干净。最主要是我这个房间外面的景色很好啊，你看这视野多开阔，哇，这边也全是大山，山景房，出门见山呀。看前面这些房间全都是民宿，这个也是民宿。在这都看到房间里头了啊！你看他们这边的房间，这房顶上全都是这个热水器吧？这是。哇，大山里的空气很好啊！我这个视野也很棒啊！一出来这么好的视野，青山绿水的啊！这是洗的衣服，洗的这个床单被罩晾在这儿。哎呀，还不错吧？很有性价比啊，130多块钱。在五台山还有一个地方能吃斋饭啊，就是这里广化寺，走进去看一看，不知道收不收费啊。然后这个地方夜景也很美的，它晚上啊那个灯光打开美轮美奂的，但是现在好像夜景不开了。快进来，现在饭点到了，咱们去蹭顿饭。哇塞，这里的寺庙金碧辉煌的啊！你看，看这个房顶，金灿灿的，非常的宏伟壮观，长金楼啊！哇，这个斋堂不对外呀，这里面就是，你看有很多桌椅板凳啊、餐桌啥的。以前是对外的，现在不对外了。这里现在没有那个对外的斋饭了啊，之前攻略上有，现在没有了。我现在五台山的核心区，五台山的寺庙太多了，今天继续逛几个有特色一点的。现在到碧山寺去转一下啊，这个是五台山的一个大寺。这个寺的创建过程还挺有意思的，跟大家讲一讲啊。当时呢，有2个得道高僧，他们就去北台那里朝拜去了。结果呢，当时特别的冷，路上有2个其他的朝拜者就被冻死了。这2个僧人看到以后，就慈悲心就大发慈悲嘛，就想给他们建立一个，就是能歇息、能吃饭的这么个地方啊，所以就有了这个寺庙了。从他创立那天开始啊。这个寺庙就秉持着这个僧人只要来了就免费吃免费住这种十方禅寺的理念啊，所以现在很受到这些僧人的欢迎和尊重。然后比如说你来这里的话没有钱了，没有盘缠了，你走的时候还给你发给盘缠啊。然后看这里有个牌匾啊，你拍一下，护国碧山十方普济禅寺，这个是赵代文提的。大家知道赵代文是谁吗？是那个阎锡山，是那个当时山西的1把手嘛。这个赵代文就是2把手，就是阎锡山的军师啊。因为他也是五台山的人，所以人家让他在这儿提了个牌匾挂在这儿。你看那里写的中华民国嘛，当时他是山西省政府的主席啊，2号人物。走吧，我们进去看一看。这个寺庙里面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它有一个戒坛，这是整个五台山唯一的一个戒坛，就是这里啊，
戒坛是干啥用的呢？就是这个和尚出家的时候受戒的啊，有这个沙弥戒啊、比丘戒呀、菩萨戒啊。来到跟前看看，受戒的时候啊，要有3施7正，然后这个房的房顶上还有四周围都有很多的佛像，意思是在这么多佛像的见证下，然后受这个戒，就正式出家了。哎，这里看看，这里面还有一个正中央有一个玉佛，那个是从缅甸运回来的玉啊。那个玉呢是真人大小的，然后坐在这里就像一个真人一样，特别的逼真。它这一个是戒坛，一个是玉佛啊，大家来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对吗？哪个是9道木啊？就是这个吗？这是6道木师傅，哪个是9道啊？有9道木。这是降龙木吗？也叫？降龙木。怎么看它是几道木呢？是有几个条就是几道吗？6道。 6道木，最高是9道木，9道木也叫降龙木啊。也是6道木。哇，这里这多少钱卖呀？这个？这个要45，这个要35。这个35呢？嗯。哎呀妈呀！这个珠子就是6道木车出来的啊！对你看，对。这个也是。嗯。哎，和这个对比一下，它本来的木头是这样子的，然后做出来的手串就是这样了。这是打过蜡的吧？这手串没有蜡，哪有蜡呀？是花囊，这是啊，这是没有加工的，这是加工好的。你看这每穆桂英破天门阵就是用的这个6道木啊。啊，你看每个柱子上降龙木就降龙木嘛。啊，降龙啊，穆桂英的故事都来了。对呀，还有五郎庙吗？这里还有啊，有五郎庙。我现在到了竹林寺了。五台山并没有竹子，但这个寺庙叫做竹林寺。很小众的一个寺庙啊，来这里的游客比较少。我之所以来这里呢，是因为这个庙有3个特点。第一个啊，它是五台山最大的寺庙，占地面积非常的广，哇，这依山而建的啊，上下好几层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地势非常高，站在这个寺庙里面啊，可以俯瞰这个四周围的风景。你看。看得很远啊，这视野很宽广，因为它在一个半山腰呢，可以看出去很远。第3个特点啊，就是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日本的高僧来这个寺庙里面学习过佛法，后来这个日本高僧回国了以后，写了很多的回忆录之类的啊，就记录了他在这个寺庙的一些生活日常，所以他还见证了就是日本人向咱们学习的那个过程。但是很遗憾啊，历史上这个寺庙已经被毁坏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所有的建筑呀，什么全都是后建的，1984年以后重新建的啊，所以现在建得非常的雄伟壮观。这个寺庙里唯一留的一个遗迹啊，就是那个白色的塔，那个是明朝的，非常的美啊，一共5层的砖塔，塔的那个边上都有铃铛的，风一吹过来，叮叮当当的响啊，声音也好听。然后塔的外观也漂亮。这里有个观音菩萨的雕像，被誉为五台山最美的观音菩萨。确实是线条非常流畅，是一个女性的形象啊。现在到吉福寺看一下，当时杨家将啊，那个杨五郎在里头供奉的呢。杨五郎来这个五台山出家，进去找一找杨家将的故事啊，要爬一段台阶。但是现在这个寺庙里面住的都是尼姑，五台山的尼姑都集中到这里居住了啊。吉福寺门口有2个超大的转经筒啊，有人在转。这个寺庙里面正在维修呢，我找一找那个杨五郎的店在哪里啊？这是文殊殿，哦，应该就是这个啊。你看这个也在修呢，正中间啊，杨五郎。前面摆着这么多贡品啊，这都是游客过来摆上的吧？啊，各种水果，还摆着油呢，鲜花。杨五郎曾经在五台山的那个太平兴国寺出家，但是那个寺庙已经毁坏了。现在呀，
就在这里给他建了个殿，供奉他的这个雕像啊。现在到了罗侯寺了，这个寺也比较有名。它这个罗侯是啥意思？就是那个佛祖释迦牟尼，他出家之前有老婆和孩子的，他孩子就叫罗侯罗，也成为释迦牟尼以后10大弟子之一，所以这个寺庙就是纪念他儿子的啊。他这个寺庙门口有2个石狮子，据说是唐朝的狮子啊，距今已经1000年了，威武霸气啊。有人磕头呢。这个店也是挺大的，先看看这个石狮子吧。然后它这里最有名的啊，有一个开花见佛的那个店呢，我们去找一找。花开见佛就在这里面呢，这是它这个店里面最主要的看点，很有名的啊。就是正中间，大家看那个佛像啊，四周围有个花瓣，这个花瓣是可以打开合住的，而且是可以转的。一边转一边打开合住，这个很神奇的，它是一个机关，它中间有个轴，那个轴就是用一棵枯死的树来做成的。现在也不知道啥时候它有这个表演呢。站在罗侯寺院子里面，就可以看到对面的范仙山，山顶啊就是狐仙庙，供奉的狐仙呢。那个是求姻缘的人上去要拜一下，但是那条路特别难走，要爬这么高呢，而且没有台阶，全都是土路，非常的难走。有一句话叫做自古情路最难走啊，如果求姻缘求爱情的可以爬上去拜一拜啊。哎呀，我就不去了。那个是五台山第2难走的路，第1难走的啊就是这个戴罗顶。那天我第1天来五台山就爬的这个戴罗顶，也是台阶特别的陡，比范仙山还高呢。我来五台山已经玩了4天了啊，把这些有名的寺庙都转了一遍。好，寺庙就拍到这里吧，明天我就要去徒步大潮台了啊，把这5个台都走一遍。好，明天见，拜拜。现在开车到了清凉寺门口了啊，顺治皇帝出家的这个清凉寺。哎呀，在这个大山里头呢，现在这山里头正起大雾呢，雾超级大，这山里面若隐若现的呀，跟仙境一样。清凉寺啊，看这个台阶上还有龙呢，皇帝的级别啊，有龙。正对面是弥勒佛雕像，左右两边就是4大天王，保佑风调雨顺的。那边也有2个天王，这就进了大殿了。一进来就是大雄宝殿，很清静的一个寺庙啊。这个地方交通不太方便，所以游客比较少。看这里写的爱新觉罗弘历，弘历就是乾隆皇帝啊。这是乾隆第2次来五台山的时候写下的这个诗啊。顺治是乾隆的太爷爷啊，是康熙他爸爸。康熙来这个五台山就是寻找他爸那个顺治皇帝的嘛，来了好几次啊。然后乾隆当了皇帝以后，他也来这里了。看来这历史上顺治皇帝是真的来这儿出过家呀，要不然这几个皇帝不会来找他的啊。但是现在这些房子呀、寺庙啊都是后建的，之前的都毁坏了。只有这个清凉石，是原来的，其他的房子都是后建的。顺治皇帝为啥要出家呢？好好的皇帝不当，非要出家当和尚，是因为他过不了情关呀，爱江山更爱美人。他最喜欢的那个董鄂妃死了以后啊，他就看破红尘了，不想当皇帝，那个整天勾心斗角了，所以就来五台山这里出家了。
看来五台山也不是只在清凉寺这一个地方待着啊，去过周围好几个寺庙呢，所以其他寺庙里面也有他留下的一些足迹。顺治皇帝归山祠，这个上面就写着顺治皇帝在五台山出家的原因、经过，还有在这边生活的一些情况，大家来了以后可以看一看啊。清凉寺里面最重要就是这块大石头啊，叫做清凉石。整个五台山这么凉快，都是因为这个石头啊。据说它是那个龙宫里面的那个石头。当时五台山这一片非常热啊，然后文殊菩萨呢就去龙宫把这个宝石借过来了，放在这里以后啊，这个整个五台山就凉快下来了。然后文殊菩萨就经常坐在这个石头上面讲经说法。现在坐上去呢，就有一股清凉之感传遍全身啊，很神奇的。你看，现在很多人在上面打坐啊。后来人家龙王来要这块石头啊，因为这也是人家的镇海之宝，但是我们当然不能给了。龙王一怒之下呀，就把这边5座山头都削平了，所以现在五台山的5个山的山顶上都是平的啊，就是这么来的。都是传说故事吧，但是来了以后可以摸一摸这个石头，哇，确实是非常的凉啊。后面还有一个文殊殿可以参观一下，这个寺庙建在这个半山腰，今天这个天气也是绝了，刚下过一场雨，看这个雾气在山里面流动呢，就像天上一样啊。然后那个半山腰居然也有寺庙。就那个地方，有和尚在里头呢，我都听到念经声音了。你看这个云流动的很快呀，那个房子在云里面若隐若现的啊。然后再看一下这边的云，哇，这就是五台山啊，名山古刹。这个清凉寺交通不太方便啊，必须开车自驾上来。离五台山那个核心区特别远，